大家好，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。今天我们来简单谈谈量子力学。量子力学是一门经过100多年发展并已渗透入我们日常生活的科学。然而，科学家们至今仍未完全理解量子力学的本质，尤其是其中的许多奇异现象，如量子纠缠、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以及电子双缝干涉实验。下面我来为大家一一讲解。量子纠缠是指在量子力学中，两个或多个物理系统，例如粒子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，使得它们之间的状态相互依存，无论它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。这意味着，如果对一个物理系统进行测量，那么它的状态将立即影响到与之纠缠的其他物理系统的状态，即使它们之间的距离很远。这种影响是瞬时的，违背了经典物理学中的信息传递速度的限制。量子纠缠是量子计算、量子通信和量子密码学等领域的基础，因为它可以用于在不泄露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加密通信和信息处理。薛定谔的猫是一个思想实验，一只猫被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，盒子里有一个毒气瓶、一个开关和一个放射性物质。如果放射性物质衰变，开关就会打开并释放毒气，导致猫死亡。如果放射性物质不衰变，猫就不会死亡。由于放射性物质的衰变是由其量子属性决定的，因此是非常随机的。更奇怪的是，根据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，放射性物质实际上处于衰变和不衰变的叠加态，也就是说，盒子里的猫处于生死叠加的状态，诞生了一只既死又活的猫。然而，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猫。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波尔解释道，思想实验中的猫是量子猫，处于生死叠加态。只有在我们打开盒子的瞬间，猫的生死状态才会变得确定，因此生或死是完全随机的。然而，爱因斯坦、薛定谔等人并不接受波尔的解释，他们认为猫的状态在打开盒子之前就已经决定了，打开盒子只能看到结果，而不能决定结果。这个问题引发了争议，但现在看来，波尔的解释是正确的，而爱因斯坦和薛定谔是错的。实际上，猫处于生死叠加态，但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猫。此外，打开盒子意味着进行观测，而任何观测行为都会让叠加态坍缩为确定的单一状态。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更加复杂的电子双缝干涉实验。在我们传统的认知中，电子被视为粒子，就像一个玻璃珠。在这个实验中，科学家们设置了一个挡板，在挡板上开了2条狭缝，并在挡板后面放置了一个屏幕来接收电子。他们向挡板发射电子，并发现屏幕上出现了干涉条纹，这表明电子发生了干涉，而只有波才能发生干涉。这是否意味着电子具有波动性？为了更好地理解电子的性质，科学家们对实验进行了改进，他们一个一个地向挡板发射电子，以避免多个电子相互干涉的情况。然而，令人惊讶的是，干涉条纹仍然出现了。这个结果让科学家们感到震惊。每次只发射一个电子，怎么可能会发生干涉呢？单个电子到底在和谁发生干涉？理论上只有一种可能，单个电子同时穿过了2条狭缝，然后自己与自己发生了干涉。然而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。为了理解这个结果，科学家们决定在挡板旁边安装探测器，以确定单个电子穿过哪个狭缝。然而，他们发现当他们观测电子时，电子的波动性消失了，它们表现为粒子的特性，干涉条纹消失了，电子只穿过其中的一条狭缝。这表明观测的过程对电子的行为产生了影响。不观测电子时，电子表现为波的特性；一旦实施了观测，电子就表现为粒子特性。究其原因，有些人认为这个实验的诡异行为可能是由平行宇宙造成的。他们认为，当我们观测电子的时候，宇宙就会分裂出一个平行宇宙，电子在我们的宇宙和平行宇宙中分别穿过不同的狭缝。但是，更可信的解释是由波尔提出的。他认为，电子一直处于叠加态，也就是同时具有波和粒子的特性。只有在我们观测电子时，电子才会坍缩为粒子状态。
这种叠加态的特性也意味着电子可以随机出现在任何地方，甚至同时出现在2个不同的地方。这些特性让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，也是量子力学的核心所在。虽然对于未了解量子力学和叠加态的人来说，电子双缝干涉实验可能会显得很神秘、很恐怖，但是这个实验却揭示了微观世界的神秘特性。由于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由微观粒子组成的，而量子力学又统治着微观世界，所以揭开量子力学的真相，很可能揭示宇宙最底层的逻辑和奥秘，以及这个世界的本质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了。若您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哦。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您的支持。